压没圆容暗小窗。菊花实地淡中香，何须华屋艳红妆？陇月凉筛金锁碎，床琴倾血玉叮当。风车闲倚再回廊。你看到居主手里那把扇子吗？在上面写的是宋代裘远的《浣溪沙》，最后一句应该是风车闲倚再回廊，可是偏偏少了风车这两个字。风车应该就是要我们找的东西。走吧。拿回去孩子玩去。哇，拿送风车干嘛呀？真奇怪。人手一个风车啊？不知道，喂，我去问问好了。请问一下，为什么大家手里都拿着风车啊？哦，是王爷给的。对呀，是王爷给的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他们说王爷从这里经过，给他们发风车，现在去斗蛐蛐去了。走。让一下。你看，你看。王爷什么身份啊？怎么会趴在地上？哎，我去问问。哎，你是不是？别说话，别说话。哎，你认不认识齐火居的居主啊？齐火居居主啊？谁是齐火居居主啊？我赢了，我赢了啊！这是我花了20两黄金买回来的大黑贝，我赢了！哎呦，哎呀，大战！哎，大黑贝，大黑贝，别动，都别动，都别动，都给我站住啊！谁要是不小心伤了他，别怪本王不客气。走吧。王爷，叫人把脚抬起来。哎，对，来，把脚都给我抬起来，抬起来，找不着谁也不许走。抬起来，把脚抬起来，抬起来呀！你叫我抬我就抬啊，这里又不是你的地盘。切，这可是王爷的地盘。知道我们王爷是谁吗？我们王爷是天津赫赫有名的瑞郡王。别说让你抬脚，把你脚剁了都行。剁了我都不抬，放下。哎，他不。哎，你不就是刚才那个在我耳边一直絮叨，后来把我罐子踢倒的那个人吗？值得怀疑，把脚抬起来，抬起来，我不抬，抬起来啊！抬不抬？抬起来，抬起来！抬不抬？抬！王爷，黑贝找着了，在这只大公鸡的肚子里呢。王爷，我把它交给您了，是杀是剐，清炖红烧，由您处置。哎呦，去！你这个混蛋！要不是刚才你那一脚，我的大黑贝会死吗？你赔！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啊？王爷的话就是理。别以为你们人多我就怕你们啊！孟九，王爷，为了一只蛐蛐动气，有点不值啊。那可是我花了足足20两黄金买的。王爷是在乎区区20两黄金的人吗？好，那这事儿我就暂且不追究了啊。但是你这个扫把星，我告诉你啊，有多远滚多远，我这辈子再也不要见到你。还不快走！哎，老板，您跟我来，咱们那边去。你是那边。
原来这就是居主所谓的城东的文雅人。如假包换，所谓啊，大隐隐于市，在我们市集上，不论黑白，消息啊都会从我这里走。所以说，我这包子铺就是最好的隐蔽了。难怪偷玉玺的时候，你能主动提供那些富商的线索给我们。掌柜的，我们也知道陆富商和张堂主那2块玉玺都是假的。那请问，你这边有没有关于假玉玺的情报？其实，不止这2个玉玺是假的。这些日子在天津黑市上交易的那几个玉玺，没一个是真的。不过经我调查，这几个假玉玺都出自同一个人的手里。是谁？这个就是一个造假者在黑市交易的时候不慎掉落的，这是唯一可以证明他身份的证据。我已经调查过了，其实这块腰牌就出自掌柜的，趴下！老板，老板！谁让你来的？这怎么回事？我没打那么大力啊！他服毒自杀了。这群日本人真够狠的。听说日本有一群专门的武士叫忍者，那个杀不可辱。当他们被俘的时候，就服专门的毒药自杀。啊，老板怎么样了？已经死了。气死人了！我们差一点点就知道那个假玉玺是谁做的。哎，怎么我们去哪儿，他们就跟到哪儿？我们先回去吧，我不想再连累其他人。这么深的一个刀痕，还有血迹。何笑，你没受伤吧？你不用担心，我没事的。这腰牌是包子铺老板给我的，也是他唯一留下的线索。哦，来给我看看。啊，小心小心，别碰坏了。哦，哇，这可是纯金的，这包子铺老板可够有钱的呀。我看这不像包子铺老板的腰牌，你看上面写的一个瑞字，瑞应该是这个腰牌主人的名号。确实不是包子铺老板的，他还没来得及告诉我腰牌的主人是谁，那个日本忍者就追来了。可怜那个老板没逃过一劫就断气了。是陆姑娘要的面条吗？是我，我饿了。哎，给。哦，好香啊！几位客人来头不小啊，连瑞王爷的腰牌都能拿到。你认识这个腰牌？当然认识了，这个腰牌在天津的来头可不小啊，它可是瑞郡王府的通行证啊。瑞郡王府？瑞郡王？该不会是那个喜欢斗蛐蛐的瑞郡王吧？当然是他了。虽说他没什么实权，可是仗着皇家的根基，那叫一个财大气粗。岂止是蛐蛐，花鸟鱼虫、古玩戏曲，只要能玩的都有他的份儿。哎，你们怎么会有他的腰牌啊？我们是老相识了。哦，来，谢谢啊。请慢用啊。是啊。哎，怎么办？打算什么时候夜闯王爷府？哎什么呀？你们鬼门关都敢闯，难道一个王爷府还害怕啦？
这个王府啊，要进去，恐怕真有点难度。哎呦，那有什么难度啊？我们连白虎帮的仓库都去过了，还怕他一个小王府？难的不是地方，是人。瑞郡王和我刚刚在街上有一点点过节。一点点过节？哼！何小早上踩死了王爷花了20两黄金买来的蛐蛐儿，他说要不赔钱，要不偿命。20两黄金，那还不如要命呢。命是保住了，但是王爷已经放话了，让我滚得越远越好，最好再也不要让他看到我。哎呀，你这一脚踩的可是够有水平的，一脚就把自己的后路全踩断了。大门是走不了了，不过还有旁门左道，我打算从王爷身边的那个范德福下手。范德福？他不就是个奴才吗？没错，不过呢，他不是一般的奴才，因为他有一双不一般的手。这些假玉玺真的有用吗？这货是假的，可这手艺却是真的。仿造者能把这玉玺仿造的那么逼真，那他一定是见过真的了。没错，每个仿造者的手法都不一样，他们都有自己的特点。我们只要抓住了这个特点，顺藤摸瓜，就能找到这个仿造者。手？那个范德福的手有什么不一般的？范德福今天一直推我，我发现他的手指长满了老茧。他是给王爷干活的，手粗糙。对啊，当然粗糙了呀。但他食指和中指的指尖长满老茧，只有长期使用雕刻刀的人，老茧才会长在指尖上。喂，那弹棉花的人老茧一长指尖上好不好？听我说完嘛。最重要的是范德福的手上有黑色的明显斑点。那些黑色的斑点已经渗入他皮肤的内部，很明显，只有长期接触水银才会产生这样的效果。水银？还记得我们拿到的那2个假玉玺吗？那些玉玺上面都有古玉特有的黑色斑点，而这些斑点都是用水银浸色而成。而这2个玉玺的浸色都十分的精致成熟，说明作假的人没有10几年的功夫是做不出来的。仿制这块玉的人一定是个仿制高手，他拿着和真玉玺几乎同样年份的老玉来雕刻，所以从表面上来看，它跟真的一模一样。抛开看可以。没错，不但如此，他还刻意撇开了现代的雕刻手法，采用了双钩雕刻这种古代的刻法，目的就是为了能够雕出这种古朴的气质。你解释这么多，那你知道是谁做的吗？仿制这个玉玺的人，水平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。据我所知，这世界上只有2个人。2个？哪2个？一个是我，另一个的造假技术比我还要高。比你还要高？你认识这个人吗？岂止是认识这么简单？包子铺的老板说，这个腰牌就是线索，造假者一定是瑞郡王身边的人，符合这个条件的只有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我爹，范德福。
禀报王爷，玉玺的。过来说。是。说吧。上次白虎帮的事，我一直在追查。现在市面上所有出现的玉玺都是假的。你上次受的伤还没好吗？谢谢王爷关心，都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属下无能，至今还没查到真玉玺的线索。必须得尽快找到真玉玺，否则时局会更加的混乱。是，我一定会全力追查。在下定当追查到底。干什么？福公公，哎，王爷，你鬼鬼祟祟的在门口干什么呀？哦，没有，冤枉啊，王爷，王爷冤枉我了。奴才是给王爷买了糖炒栗子，刚准备送进来，将军就开门了。哟，还是热的啊！看在这栗子还热的份上，相信你一次啊！启禀王爷，吴玉庄的刘少爷拿了一批宝贝来，请您鉴赏。拿上来。是。进来。好。王爷，这次给您弄来的都是好东西，都是宝贝，你们几个拿进来。是。摆这儿，让王爷仔细瞅瞅。快！王爷，您瞅瞅，这个，还有这个，可都是好东西。哦，行，都留下吧。哎，谢谢王爷，王爷好眼力，打明儿个有好东西，我都给您弄来。嘿，王爷，恕奴才直言，这些东西都是假货。你看，尤其是这青花瓷，都发出了贼光。哎，连我这做假的，都嫌它不够水平。福公公，您别胡说呀！王爷，这都是真东西，宝贝。行了，福公公，哎，我知道你从前是宫里那个管事的，天下的宝贝你都见过，但是本王看东西啊，哎呀，就是图个乐子，都是假货。那我没事的时候砸一个玩玩，还能听响呢，是吧？是，只要王爷您高兴，都留下吧。谢王爷，谢王爷。哎，福公公，奴才在。最近裘梨园的戏不好看呐，搞得我都没兴趣再去了。你通知下班主，跟他说啊，我想看猴戏，就是有孙悟空的那个猴戏啊，让他找一个猴戏的班子。啊，是，奴才这就去办。好嘞。在我面前装傻充愣，哼！我看你这猴戏还能演多久？哟，二位又来了，这次买什么东西？我这儿还有更多的好宝贝啊！随便看看，随便看看。好，随便啊。不是说是你爹吗？你怎么还不开口？听说过什么叫张弛有度吗？适当的放松一下，对我来说有好处。放松一下，范红林，这话可不像从你的嘴里说出来的。看来你和何笑他们在一起久了，果真是变了不少。我说什么，
都跟何笑没有关系。你没看出来，那说明你还不了解我。再说了，我总得找个借口吧，不能一上来张口就问。哎，你认识我爹范德福吗？掌柜的，掌柜的，哎，你不是说那批宝贝绝对都是真的吗？这怎么就出岔子了呢？货出问题了，你把货出到哪里了？我本来想卖给王府，谁知那个眼刁嘴毒的老公公前来搅局，要不然这批货全砸在手里了。你是说王爷身边那个福公公，以前在宫里如意坊当差的那个？可不吗？就是那个老东西，仗着自己会鉴宝，这是断我财路啊！福公公这个人向来眼神毒，你怎么栽在他手上了？哎，得了，这幸好啊，钱是收回来，先消消气儿吧。我这儿还有客人。走吧。去哪儿？去王府找我爹。有你爹消息了？如意坊眼刁嘴毒的福公公，除了我爹范德福还有谁？公公，你爹是太监呐？哎，二位花瓶怎么样？我再想想。啊，好好，慢走啊！哎，下次再来呀。哎，站住！二位，我只不过想进去找个人，你们行个方便。这可是瑞郡王的王府，不是你说想进就能进的。凭什么呀？之前那帮古董商不是也进去了吗？那是因为王爷喜欢古董，他们有货就能讨王爷的欢心。你们有这个本事吗？哎，走吧。什么情况啊？真是狗眼看人低。我们要想进去，还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儿吗？你有主意了？没有。那你怎么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？哼，我没主意，可是你肯定有啊。以前咱俩搭档的时候，这事儿还用得着我操心吗？他们可都管咱俩叫金牌搭档呢。海轩，你都记得，我以为你都忘了。我记得那个时候……什么这个时候那个时候的？现在是任务最重要，你还是好好赶紧想法子吧。别忘了，一切都是为了任务。哥，幸亏王爷请了戏班子，要不然咱们还真进不了王爷的秋梨园呢。这个秋梨园是王爷在后院自己搭的一个戏台子，里面呢住了个戏班子，我们混进去一定不扎眼。哎，那真正的那个何小云现在去哪里了？你问孟雄吧。啊，被那些白虎帮的兄弟给吓跑了。自从跟了你们之后，我真是什么坏事都干尽了。这叫舍小取大。再说我们也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无伤大雅嘛，脑子灵活一点好不好？哥，人家可都是实打实的真功夫哎，咱们能蒙混过关吗？哎，事到如今，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。请问这位是不是南京来的何小云何先生啊？正是在下，不好意思，在下来晚了。哎呀，可算是把你们给盼来了。你们可不知道啊，前一阵子日本人来这儿捣乱之后，我们实在是缺人呐。哦，你们稍等一下，我这就去叫我女儿燕秋带你们去安顿一下。啊，哎，燕秋这丫头呢？
您稍等啊。何老板，就算您想上台演花旦，那也得化了妆扮上吧？您这兰花指太恶心了。走着，好。燕秋，你这个死丫头，又想找打是不是？啊！爹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我呸！这话我都听你说过多少遍了。今天我要不给你点教训，我就不是你爹。如果再发现你上台，我不认你这个女儿。你要给我记住了啊！妇道人家是不能上台的。凭什么呀？凭什么女人不能上台啊？嘘，别说，快把脸擦干净。哦，带这位先生去化妆间，快点。先生好，我叫杜艳秋，这边请。哎，杜姑娘，那个班主不是你的亲爹吗？怎么会对你那么凶啊？戏台上无女子，我坏了规矩，自然是要被罚的。哦，各位，这边就是化妆间，后面是大家住的地方。如果有什么需要，到厨房那里就能找到我。啊，如果想练功的话，在院子里就可以了。杜姑娘，你是不是很想上台唱戏啊？我看你台播的底子不比其他人差。谢谢何先生夸奖。我从小在戏班长大，偷偷学了不少东西。可是我爹说了，女孩子不能上台演戏，会坏了老祖宗的规矩。画个大花脸，谁知道是男是女啊？这算什么破规矩啊？哎，可不能这样讲，不能坏了老祖宗的规矩。如果知道有女子上台的话，那后果会很严重的。有多严重啊？会被浸猪笼。啊？骗你的，你。不过何先生，还是谢谢你的鼓励。听到你的鼓励，我很开心。如果有机会，我可不可以来向你讨教啊？没问题啊，杜姑娘，随时欢迎。哎，别叫我杜姑娘了，就叫我燕秋吧。好啊，那你也别叫我何先生了，叫我何大哥就可以了。哎，这可不行，您是京剧大师，我应该尊称您的。哎，好了，我带大家到化妆间里面去看看吧。嗯，好啊。走。走啊，何大师。哎呀，各位先生，这里就是化妆间了。我看时间也不早了，不如大家现在就开始排练吧。啊，这么快？拍什么戏啊？当然是三打白骨精了。啊，三打白骨精。王爷天天吵着要看猴戏，所以我们专程把几位请来。哎，这位先生，你们不知道要演什么戏吗？那个，他新来的，他不了解。三打白骨精嘛，我知道，也就是我们最熟的一出了。放心吧。太好了，那各位你们赶快开始排练吧。乐师们都候着呢。啊。
办呢？哎呀，不管了，反正是猴戏，你翻跟头就行了。哦，快去快去！快去！哎呀！你上去帮忙吧。我？不是你，难道是我啊？你行的，快去快去，快去啊！哎呦，真的？不好意思啊。接着演。何先生，你们太厉害了，不愧是京城最出名的猴戏班。过奖了，过奖了，还好是猴戏，要不然就穿帮了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你何大哥是说人怕出名，猪怕壮。唐僧来了。何先生，你们好厉害呀！接下来该白骨精上场了吧？我就不唱了吧，到时候直接上去就好了吧。再说，我今天嗓子好像不太舒服。你嗓子不舒服，那你可要好好保护。我那里正好有一些对嗓子好的药，一会儿我给你拿过去。啊，谢谢眼球姑娘。不客气。看看这是不是你要的规格？没错。可是你只有1个晚上的时间，来得及吗？只要1个晚上的时间，我就能让他倒退300年。到时候拿着它骗那些古董商人，混进王府不成问题。
这些新的瓷器啊，光泽特别亮，行话叫贼光。想要把它做旧的话，就必须拿酸把它泡掉，然后呢，再做上一些古玩才有的特色。这都是你爹教你的吗？差不多，该不会有了。我从小就被我爹领养，我是在宫里长大的。我爹呢，想让我继承他的造假手艺，可是我却讨厌他那一副奴才的嘴脸。后来，我还是被迫跟他学了不少，可是我觉得不快活，所以我就找机会出国留学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少跟他见面。可是，我每一次跟他见面，都是不欢而散。这是你第一次提你爹的事情，以前你总是闭口不提，可我老说你是铁石心肠的。我又不是从石头里蹦出的孙猴子。你看啊，就做这个绿釉，就是我爹教给我的绝招。只要把瓷器打磨均匀，脱离釉质，就能做出古瓷器特有的鸡爪纹，而且手感细腻，连专家都可以骗我。你看这里。可这花瓶要送进王府的，也就是说，这花瓶要经过你爹的手，那你就算做的再旧，也骗不过你爹的眼睛啊。对，我就是要让他认出来。我特别想知道，他为什么会卷入这次玉玺的事件中。你找他，到底是为了帮我，还是帮你自己？就算我是为了任务，可以吧？你说是不是？对，是我知道。哎呦，二位又来了。哎呀，这次又想买点什么？随便看，随便看。老板，你这个花瓶你喜欢，可以给你便宜啊。哎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赔我的花瓶？老板，不要着急，我赔给你。你这根本就是个假货。如果你不信，可以找这位先生给你作证。就你这个永乐青，连颜色都没有考均匀，像这种仿制品，别说骗瑞郡王，你就连我都骗不了。真的货，在我这儿。好东西啊！你们是想用这个真花瓶来赔我的假货？哪有这么好的事儿？我们是想借这位的门路一用。我有货，你也有货，我保证这个花瓶不会被王府的人发现。只要你带我们俩进去，把这个花瓶卖给瑞郡王，挣到的钱，咱们俩对半分。好，成交。福公公，福公公，福公公，刘少爷，怎么又弄些假货来糊弄我？啊！我可告诉你，今天王爷不在，没人伺候你。这次是真货，好货。还是个假的，倒有8、9分像。真的，您看，真假我一摸就知道。鸡爪纹，这谁做的？这是真的，
不是做的。这可是我的独门绝技啊！告诉我，这是谁做的？这是真货呀！是我做的。